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一个月一次的见面，如约而至啦！来了来了。还有恭喜我，哎，我都还不知道，没注意这个新闻呢。啊，年度歌手奖，耶，又获奖了。上班和上学哪个更好？我觉得上班和上学都有各自的好，就是怎么说呢？上学可能会更轻松愉快一点吧，我觉得上班的话，就是比如说开会啊什么的，都会需要更严谨一点。对，上学更多的是听一些老师啊，去分享一些经验也好啊，然后去分享一些研究的成果也好啊，然后特别到了课堂外还跟教授们吃饭，然后听他说一些故事，非常有意思。然后这次有一位哈尔滨的教授来给我们教课，特别有意思，特别生动形象，用的那个东北话，然后特别有感染力和带动力，觉得挺好的。上班和上学，还是上学轻松一点吧。上班其实，但是我觉得开会每次，因为我管的更多的是创意部门的一个事情，然后设计啊，就是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然后去跟设计师沟通新的产品，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对，不知道大家现在都在干嘛呢？5点半的时候，我刚刚下课，对，然后稍微晚了一点，对，上了个厕所。谢谢大家告诉我这个好消息，今年会在新加坡见面吗？对，目前还没听到这个工作安排。然后最近一直在学习网球，把手都打破了，所以我觉得到时候，我觉得新手练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点，可以买个那种胶带缠着，因为有的时候发力不正确的话，确实挺容易伤手的。对，新杂志风格又是全新的突破，可以发现，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因为这个摄影师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摄影师，然后跟他合作过很多次的封面拍摄，然后他也有非常多创意的想法。看这次好像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在身体上涂那种有颜色的沙子的一些创意，他好像那个杂志方没有选择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照片。网球还是篮球好玩？其实我身边就是到了这个年纪，我身边这些老登们，基本上都多多少少，基本上大部分都转网球了，因为打篮球的时候，其实打篮球风险也挺高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对抗的运动，包括因为避免不了身体上的对抗，所以它的受伤风险很高。
对，然后包括有很多不确定性非常的高，但是打网球相对来说安全很多，而且打网球特别容易瘦的特别快，而且我觉得对待体态和形体，因为它都是很多这种转体转肩的动作，所以它就会包括那个脖子啊、肩膀啊，然后挺胸，它发力啊，就会让整个人看起来状态又挺拔，然后也精神，然后也会瘦很多。对，瘦啊必须得瘦啊，如果要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工作，对不对？虽然不知道工作什么时候来，但是我得时刻准备着。看了，对啊，然后因为我本身我就非常喜欢布拉德皮特嘛，然后我也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像榜样的一个存在吧，就是不论是从他在荧幕当中的形象和他的演技，还有他对自我身材管理的要求，就是60多岁了还有这么有型，身材保养的还这么好，太有魅力了。打网球的契机其实是很早之前我就，大家有看我发对不对？上了2节课，因为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就有一个小伙伴，就是是中国网球很厉害的选手，然后呢，我就上了，他就介绍了北京的朋友，然后上了2节课，上了2节课以后呢。想说啥了？然后不就去滑雪去了吗？滑雪去了以后呢，把自己肩膀摔坏了，右肩膀就是抬不起来就疼。后来去中医治疗了一下，一开始对自己很自信，觉得自己懂一点康复啊或者什么东西，拉伸。但是有的时候自己很懒，就也没有把它完全就是没当回事儿。当时受伤的时候也没有去扎针，也没有去治，也没有去康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不得已就去找中医治了几次，然后那个医生很厉害，给我整好了。然后后来就是正好夏天嘛，也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没办法，就不运动浑身难受的那种人。然后夏天游泳，然后就说肩膀好了，去打了一次羽毛球。对，我去打了一次羽毛球，跟朋友可以了，行了。然后就说这个网球继续练起来，然后我就继续把网球练起来了啊。然后越打越喜欢，越爽。就是真的是，我觉得网球这个运动非常好，而且就是出汗量对待新陈代谢这个提高，而且就是感觉你这个也不用去多做其他的这个什么腰腹啊，你训练它旋转就可以保持好腹肌啊，然后又不像跑步那么的枯燥，对不对？然后打篮球风险，受伤的风险也很高。然后我那次也是，就打篮球就打了几个小时，因为可能太久没穿那个篮球鞋了，把那个脚趾头小拇指这一块都给磨破皮了，打了1次就磨破皮了。所以，然后其实但是就是网球它那个发力又和高尔夫有点像，所以就我很快就能找到那个发力的点，就是很好。对呀，只要我觉得就是你看像 Brad Pitt 啊 Tom Cruise 啊，就是他们都是在荧幕当中形象都很健康，奔跑，对吧？那种热情，我觉得都是
都是我觉得跟他们本人可能性格也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就是他们会把这种东西都带到他的电影里面来。我觉得我也要一直要保持这种热情。对，网球放心吧，网球肯定安全系数会很高的。然后有一次我当时不舍得买那个网球装备，因为我想网球装备嘛，这运动鞋嘛，我家里太多了，这个篮球鞋什么之类的。结果那一天我去打网球，穿了一双 Air Jordan， 然后结果是那个鞋放太久了，我打的就是我说，哎，这个场地是不是不平啊？怎么起泡泡的？怎么感觉踩得像海绵那样，弹来弹去，颠了颠的？然后结果那个鞋开胶了，就跟那个牙开了一样，开了。我说不行，那可是确实得去买双网球鞋了，可能篮球鞋还不一定替代得了。然后我后来打光着脚穿的袜子，哎呦！但是这不建议哈，因为我觉得就上去换个鞋就又麻烦浪费时间，对吧？好不容易打个网球，约场地也不容易。然后我就穿的袜子在那个硬地上打，结果移动会很慢嘛，但是差点把那个脚底板给磨起泡了。所以人还是这不能逞强，果断第二天买了一双网球鞋。这还是得术业有专攻，这个还是不能够偷懒的，而且搭配什么也好看一些，真的。然后我现在就开始，我其实没有各个平台我都没有那种会员账号，要不就是借朋友的看一看，真的我几乎从来没有充过这种各个 app 的这种会员账号，除了喜马拉雅我充了。然后这次为了网球看网球比赛学习，我就充了个会员。然后没事我就现在就是以前可能还会看看游戏的直播啊什么的，就是下饭的时候电子榨菜，现在就是看网球比赛，去研究，去看看他们的最优秀运动员的这些挥拍啊，然后动作呀、跑位啊，而且他们对待这个网球的态度。我还看了那个阿卡的一个纪录片，就讲他的这个网球的理念，就是包括他一路成长来这个年轻的网球选手，新一代的这个世界顶尖选手。然后看了阿卡的，又去看了辛纳的，哇，就了解他们的这个从小的这个发展和一路作为运动员的艰辛和不易，和他整个团队去为了他牺牲掉很多的时间去培养一个这样的世界顶级的运动员。然后看他俩就是相互竞争，然后都说其实是他那个辛纳就说，他说其实阿卡帮助他成为了更好的人，帮助他变成更优秀，就是两个人在互相竞争当中得到了成长。两个00后的网球选手也是新一代这个网球的这个希望吧，而且去改变了网球这项运动的，他们是改变了这个有一定程度改变了这个运动的这个模式，就是他的挥拍的方法跟很多以前的传统的模式都发生了改变，就是运动也都是在进步嘛。而且我觉得网球这样对打也是，第一安全性更高了，但是也是一个互相要竞争的得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运动，对，就很好。然后网球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如果想去学网球的话，一定不要用手去过多的发力，对，要用自己的核心，然后经常可以锻炼自己的核心啊，包括臀腿啊，我觉得就是会很好。
大家还有什么？爬山哈巴了，夸夸真厉害，加油哦！七宗罪，我把七宗罪前2天也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很震撼，讲人性啊。我现在想问，如果是你们，对吧？在最后，你会选择开枪打那个罪犯吗？会，所以就是，而且你不觉得最后那段戏显得非常非常的好，难过、不舍、愤怒，所有的情绪交织在一起。而且还有什么？我之前还看了他一个，我之前在过年的时候又看了一个1995年的一个电影 ，Brad Pitt， 那个什么 Meet Joy， 什么什么那个一个爱情片，讲他演的是一个死神，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那个电影也很好看，和什么困在，他和那个老演员困在思绪里的父亲那个老演员一起演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和一个老演员对戏，然后且你不觉得很突兀，也不觉得就是接不上，也不觉得落了下风，很好看。还有 Brad Pitt， 还有Brad Pitt， 还有什么夜访吸血鬼，他 Tom Cruise 演的，对，安东尼，哇，大家哇厉害了啊！这个大家都是老观影者了啊。对，第6感生死缘，对，因为我当时是在国外看的，所以他没有中文的那个名字。但是我觉得唯一那部片子我看完以后，就觉得那个女主稍微演的有一点点的，怎么说呢，过，就她老喜欢这样的，然后很害羞，又有点纯情，又有一点那个感觉，去看的 Peter 就很 Peter 演的就比较自然一点。我记得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还看到那个有一个，他不是有一个那个话嘛，就说像你这样帅气，什么 charming， 然后这个迷人，然后的怎么会没有对象呢？然后问他没有女朋友吗？哎，没有女朋友吗？哎，我这个我这个打灯的没电了，反正就这么凑合看吧。然后是不是没电了？应该没电了。看一下怎么充电。充电的，
哎呀，打一下吧，还是打一下吧哈，显得我作为这个做了准备的，对吧？我做了准备的，打一下吧，好吧。那我把灯稍微开低一点。哎呀，新手小白，呀，这样会不会好一点？这样是不是挺好？不用那么亮。还是亮一点。那个随便打一点吧。啊，刚讲到哪了？就讲那个什么第六感。好看，挺好看的，而且最后他这死神把那个男生还给他的时候，也是很感人。年轻的时候 Peter 真帅啊！然后还有老刷到那个，讲的这个什么什么，像你这样的男生怎么会没有伴侣呢 ？Girlfriend, wife， 然后然后那段对话我就刷到过几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两个在那个出了那个咖啡店，有约定了以后，然后一直回头的那个场景，挺好的。对，然后还有他演的那个《夜访吸血鬼》，对，可以去看看。还有个叫什么《狂怒》，讲个开坦克的那个片子也挺好看的。也可以去看看。反正他的电影我基本上都有看，就是如果我喜欢哪个演员，就像喜欢哪个歌手一样的，我都会把他的所有的歌啊，然后所有的这个戏我都会去看一遍，因为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去更多的了解他吧。I like your songs, very Thailand and beautiful voice. Thank you so much. 搏击俱乐部经典。还有他演那个无耻之徒也很好看。僵尸世界大战，对。然后那个我之前那个对，这个时候呢，然后我们看了一个，为了今天的直播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就是之前看了一个 Peter 的一个采访，August is a magazine release date and my birthday is a happy 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everyone. 然后在 Blood Peter 还是 Peter， 反正就是我看了他采访，然后把这段话摘取出来了，是他的一个演讲，就是 I don't know if any of what we do matters in the end.But I don't know that that matters is the people who 不对，从头来，不好意思，再来一遍。I don't know if any of what we do matters in the end, but I don't know
that matters is the people we hitch ourselves to, and the indelible mark they leave upon our very being. I was reading a passage recently where a character was asking,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the journey or the destination? And the other replied, is a company. And I couldn't agree more. 这是中文说一遍哈。我不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最终是否有意义，但我知道重要的是那些与我们相依相伴的人，以及他们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最近我读到一段话，其中一个角色问道，旅程和目的地哪个更重要？另一个人回答，是同行的人。对此我再同意不过了。 And I couldn't agree anymore. And I couldn't agree more. And I couldn't agree more. 我觉得就是这个很重要，就是也是之前也和一个老师去聊天，就是我们都这个中国文化嘛，会很多时候都会聊到有风水这个概念，就风水嘛，其实想和大家分享一点，他这个话其实我觉得如果用风水的角度去讲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是风水有一个概念叫人际风水。人际风水就是你选择和什么样的人做朋友，选择什么样的人进入到你的生命里，其实就决定了很多东西。一起同行的伙伴极其的重要，对吧？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是我觉得这个就代表了我们的一个，他们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朋友是能弥补掉你自己很多的不足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像我们都读过很多这样的类似的这个句子。对，同行的人很重要，就像你选择的合作伙伴，对吧？是否会跟你有同样的激情热情，然后共同的成长，共同的学习，一起就像一个剧组，要有导演，要有演员，要有服装造型，这个舞美美术，其实就是这些都是你选择的伙伴和同行的人啊。就到我们生活当中，你有同事、朋友、老板、家人。那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我觉得最幸运的就是我有个很好的妈妈，就是一直教导我很多东西，包括我哪怕时至今日我长这么大了，我觉得我也是一直在跟我妈妈在好好学习。她是一个很热爱学习的人，这也督促了我去很好的去学习。其实我觉得家庭的成长环境和一个好的父母真的非常的重要，给了我很多爱，然后呢给我建立一个港湾，然后会去教导我很多东西，然后一定去督促我改正一些很多的缺点，然后呢也会去我喜欢运动，他为了保持身体状态更好，意识到身体是多么的重要的时候，他也会去坚持每天的去运动去锻炼。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大家记住这个话，就是同行的人很重要而且你和同行的人一起去做有意义的事情，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那我们就要去选择我们的伙伴，就像比如说进到这个学校里再次去读书，也是啊，学校替你筛选了一部社会上的把社会的优秀的精英聚集在一起，每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都会有非常好的成绩，通过跟他们的交流和学习，你会包括
更多的还有老师的教导，你可以去学习到更多不同行业的知识、思维逻辑、商业的逻辑和做事情的逻辑、做人的态度啊，大家都是否？其实我觉得成功人，就是大家可能就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人，就是他们都内心，我觉得都是强大的，然后也都会有些很自嘲啊、开玩笑啊、幽默啊。我觉得大部分人他都会具有这个品质，对。然后还有看电影，其实看电影最近也是有一个感想，就是也是看到一些桥段，就是男主为什么变成了一个恶人。其实未来和希望这两个字看起来，就是对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最美好的。确实这个大家有憧憬和有未来有希望的时候，人是非常有动力的。然而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就是这个反转，让我想的其实未来和希望同时又是最残忍的。就是当一个没有希望的人，你给了他希望，给了他未来，而这个未来没有到来，这个希望没有实现的时候，其实往往是人最崩溃的时候。这个人的突然的转变，可能180度的大转变就是这么来的。就是他可能他都能想象，他觉得他未来他就握在他的手里，但是一切突然的一天，可能命运可能什么把他夺走了，这个是让人很难以接受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但是呢，如果人对未来没有憧憬、没有希望的话，那活着不是很艰难、很痛苦吗？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我今天下午也是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对，但我们又必须充满希望的活着，用我们的信念去到达我们想要的这个地方。就是，然后呢，希望没有达成的时候，又要去和自己和解，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不是你努力和想要就能够，很多事情就能够达到。对，所以我的一直的人生的格言和就是理念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但是呢又其实是要充满希望的活着，就是我们相信这一天，一定要相信这一天会到来的。8月同行的人，对啊，我觉得咱们也是属于同行的人，对啊，你们会来看我直播支持我，我觉得我们也是同行人，所以我希望既然是船长嘛，对，也是要和大家去多分享感悟。然后也是下午的时候稍微看了上课的时候看了几眼书，也是当时就想，你看我们有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啊，也是看了一些这书里写的内容，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一个东西，其实时间，我然后又想到一个词叫上善若水，然后又想到这个关于未来和希望这个概念。其实时间
它就很像水，你的善良也很像水，就是也是看到这书里的人物那个恨，他说就是恨会消失嘛。我在想，很难有人去做到这种空的境界或者无我的境界，恨会消失吗？我觉得只能就是说让它变淡，就是上善若水，时间也像水一样，就是这个恨浓度很高，在这个时期，那随着你往里加水，就像一碗醋，你往里加水就把它稀释淡了；一碗糖，你往里不断的加水，它就变得淡了。其实我觉得恨啊、爱恨情仇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要通过自己的善良，通过时间，它可以变淡，但是它不至于淡到没有。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比如说失望也是，你只能让它随着时间的推移，然后随着自己不断的修整自己的心态、修心，然后让这个慢慢把它稀释掉，恨也好，爱也好，失望也好，无奈也好，所有的情绪，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情绪。就是我们要学会面对自己的情绪，完全做到没有。你说，哎，我不恨了，我觉得那是很难做到的。我不是什么高僧大德，也不是什么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做到的。对，它也不会消失，也不必消失，它就在你的身体里。我觉得，但是你可以用时间，用你自己的善良，用你自己的修行去化解它，去让它变淡。对，或者是让恨，我觉得聪明是让可能比如说我朋友之间有矛盾啦，或者哪怕和父母之间也会有隔阂啦，怎么可能用一种良好的方式或者沟通的方式去思维的转换到另外一面去把它问题和存在的东西去解决。该恨就恨，哼。可乐真的是我见过最喜欢叫的猫，一天到晚喵喵喵。真的大晚上的，因为你知道，就是因为夏天很热，又开空调嘛，我也不喜欢对着吹，我觉得空调很冷，对吧？对着吹很伤身体，我就会把客厅的开开，让那个风进来，然后就没关门。一到了晚上一直叫了还冲到你床上跟你巴拉巴拉巴拉玩，真的服了。太喜欢叫了，早上也要叫，头疼。你也不知道他叫个啥，他好像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因为那几天妈妈和小姨不在，可能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就是被他们养成了聊天的习惯。就是我妈睡觉前就要抱着这个可乐聊上半个小时，那起码睡觉前得出来找3趟。哎呀，睡觉了进去了，过一会儿出来了，可乐呢？哎呀，可乐呢？又进去了，又过一会儿又出来，可乐呢？然后更抱着他，没事就抱着他，边撸边跟他聊天。我估计他们不在啊，可乐一肚子的这个心事无人诉说，我也不喜欢跟他聊，对，我不喜欢跟他聊天，我跟对猫弹琴，我跟他聊什么呀？
但是他就是他们不在的时候可黏我了，他们在的时候理都不理我，不会给我多余的脸色，撸他还得求着他。他们不在的时候就是哎呀左蹭右蹭喵喵喵，哎呀来回蹭8字蹭，这样蹭，话太多了，我估计是把他养成了一个爱说话的习惯。他猫很喜欢玩那种扑来扑去的那种游戏。希望可以定期分享自己喜欢的书单和电影作品。可以啊，还要看的书，想那个什么问题，好像说成功和什么重要，有点忘了。所以你看，不做准备不记下来，真的是不知道聊到哪儿。所以真的还是每次直播我下次都会做一点准备，而且之后准备应该更充分一点。对。你们有没有特别觉得自己同行特别好的伙伴啊？我觉得就是遇到的人生的导师啊，有没有教会这个一些人生当中什么样的重要的这个思维？因为人是这种先要有思维才会有行动嘛，不改变认知，你的行动永远都困在你的认知的这个范围里。没有。哎呀，不要说我啦，比如说影响的比较，你觉得朋友的影响啊，家人的影响啊，好了，当我白问。闺蜜，人生里全是老师。对啊，多读书，我觉得开卷有益，多读书多学习永远是最好的。然后 Peter 里面说，而且就是同行的人，其实人和人没有人可以陪一个人一辈子嘛，对吧？所以都是陪伴我们一段时间。当然就是这种很长时间的友谊啊，长时间的这个像父母啊或者什么东西很重要。其实有些很多朋友也是走着走着，有些人走着走着也就散了。我之前听到过，也是一个我觉得形容的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不要去，就是走散的人，我们也不要去过多的留恋，因为每个人都过来陪你，都不是陪你一辈子的，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你自己，从出生到离去。他用了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形容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他就是讲说，我们人生就是一个向上发，就是如果你是个向上的人，你就是个火箭。然后你在每一个这个朋友呢，和比如说你看高中同学、初中同学，他们都像是高中老师、初中老师、大学老师、研究生老师，他们都像你在升空的时候的一个助推器，就是他到了一定特定时间，他就燃料用完了，就你们之间的缘分用完了之间，他就会掉落。对，我觉得这个形容就很好，就走散的人，就他就是
你们的缘分和它在你这里发光，或者它需要吸收你的光亮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可能它需要在别的地方吸收养分了，而且就是或者它在你这里已经燃烧完它的热情与激情了。对呀、火箭一定要像火箭一样，一直有向上的生命力。我就把空调关一下，有点冷。然后大家准备了一段话。那同行的人呢 ，Peter 说的就是 company 这个词有公司、剧团、舞团、伙伴的意思。那什么样的人叫做 company 呢？也许是一起挥洒过汗水，一起接受过掌声，一起迎接过挑战的一群人。共同体验和共同语言是成为 company 的基石。当然，人生在不同的阶段也会有不同的 company。随着你的人生河流不断往前走，随着你不断的升空，经历不同的事情，身边的陪伴的人也会发生变化。大家只需要在彼此的生命里互相陪伴，走下其中一段，这也是人生或者友情的常态。珍惜每一次同行，也释怀每一次离别。就像对，所以我很珍惜和大家一起前行的日子，也是说，大家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看后台的私信，说，最近很忙啊，考研啊，或者家人有些身体的情况啊。当然，我在这里也祝愿所有同行的人，工作能够顺利，然后家人能够身体健康。特别孩子考试，包括你们自己考试都能够顺顺利利的，都能够通过努力获得自己想要的。所以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私信，我就很感谢的是，就是大家都有想到我，然后这就是一种陪伴吧，对吧？今天为什么这么早直播？是因为一会儿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很多同学毕业了，都要走了，所以就是一会儿直播完了要去跟同学吃饭。对，所以就是看到有很多粉丝朋友的留言，所以我想说，就说谢谢你们能来的，就是之前我也说能来的不能来的，我都很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然后也是希望我能够给大家看到我能够更有学习的动力啊，更有生活的热情啊。我觉得这就是我需要展现给大家的每一次的一个状态，分享自己的人生的感悟啊。我还没有那么快毕业，我毕业了怎么跟大家直播啊？对不对？有啊，网站的留言我也会看啊，然后有时候 ins 的留言我也会看啊。对啊，然后大家来看我也会很开心啊，每次就会收获到满满的能量啊。再读个博，演唱会不办了，工作不工作了，我就直接埋头去读书了。最近打网球是真的上瘾，没事就想整两拍子。下半年当然要见面啦，下半年当然要见面啦。下次直播可以使用
合辙的产品吗？可以啊，好想法哦。护肤流程哦，对，那天开会的时候，我给他们分享了一个这个护肤心得。因为我早上起来的时候都很懵，然后不是早上起来得吃早饭嘛，我早上起来就是第一件事情，就刷牙就吃早饭，然后呢，我又是个特别，也不是，反正好，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我给他们建议，我说就是平时我早上的时候哈，我会敷一个眼膜，就让他们建议他们出眼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眼膜早上贴的时候呢，就你刷个牙，它贴的时候，它第一也不影响刷牙，对不对？那你贴的时候，你可以刷牙，你可以吃早饭，你可以喝茶，你可以干嘛都行，反正15分钟。如果忙着通勤上班的时候，你贴着就可以出门了，对吧？边吃边就可以出门。然后贴眼膜呢，啥也不影响。最重要的事情呢是，我早上有的时候就有点懒得洗脸，我就会贴那个眼膜，贴好了以后呢，反正10到15分钟，你觉得差不多干了，然后你把眼膜再摘下来，你就拿那个擦一遍脸，拿眼膜就当那个擦一遍脸，就干干净净，然后你上个乳液，上个防晒，包里可能装的乳液和防晒就可以上班了，就特别简洁方便，然后早上也不用洗脸。我现在就这样，有的时候你觉得可能脸上有灰啊或者不干净啊，就拿那个眼膜一贴，贴完了以后清洁一下，很干净，也不长痘。你看我也不长痘，我就是真的是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因为你知道洗脸有个什么麻烦吗？你知道吧？比如说现在这个头发这个长度哈，我每次就得把头发给箍起来，然后还洗，然后你又不能直接这样洗，洗的这个头发又湿了，然后还得找发箍，对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可麻烦了。就我喜欢洗澡的时候洗脸，就特别就一跳流程就可以解决了。就是敷个眼膜，也不用洗，然后敷完了让它一擦，擦了乳液防晒 ，OK 了。对，而且感觉就是说，皮肤的肤质就是感觉抵抗力更强了，反而就是它就像那种洗脸巾的，像那种卸妆的那种巾的那种效果，它就两用了。敷个眼膜就出门了。不太清醒，贴眼膜会提神，提神不提神，我倒觉得没有这个，不一定有这个功效啊。对，最近就是打网球，包括我说的那个护肤流程，早上起来就贴个眼膜，啊，刷个牙，开始吃饭。而且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大家呼吸道不舒服啊或者什么东西，我也给他们建议，我说我其实是特别喜欢清理口腔的，因为我不喜欢嘴里有味道。刷牙很重要，然后呢，其实因为我们爱喝茶嘛，爱喝茶，其实就要喝完茶就是要拿漱口水漱，包括吃完饭都尽量拿漱口水漱一下嘴巴，这样保持口气的清新。我觉得你在跟人交谈的时候啊，相处的时候，就像身上有香水嘛，因为有的时候过近距离的跟别人聊天啊或者什么的，你口气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漱口水很重要。我在公司都会备牙刷和漱口水的，对。
唇膏，唇膏，我倒是用唇膏用的比较少，因为我的可能运动多的关系吧，就不太容易干。对，而且我觉得现在我们慢慢的，什么都用自己的，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对，我喝水喝的很多，因为打网球出汗量特别大，就是要多喝水。护唇膏，好的，听到了，收到，安排。口味口味倒还好，但我就不喜欢那种刺激的，比如说你看，有的时候跟朋友聚会也会喝一点啊什么的，喝完了漱个口，口气清新也很重要。妈一个个来，好吧？这种功能性的呢，就比较难，知道吧？功能性的就是它这个审核我们的这个安全都比较难，所以呢，这个就是慢慢来，比如防晒啊这些东西，防晒很重要啊，防晒非常的重要，再懒都得涂防晒。最好紧致去黑眼圈，其实我觉得就是日常保养吧，然后加运动，就是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对吧？还有身体健康。然后当时我也是跟朋友一起聊起来，因为现在中医也很火，对不对？中医，我在想啊。又说自己可能哪里胃不好啊，脾不好啊，这不好那不好，去看中医吃中药。那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其实你要去，包括我不是也给大家分享了那个叫什么，节气啊，吃什么喝什么汤啊。然后什么喝什么茶，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其实都有，你找这些书籍其实都能够学习到的。如果你真的喜欢养生这个东西，喝什么汤啊，对吧？广东人喜欢煲汤，吃什么时令的水果啊，这个季节喝什么茶比较好啊，清热去火润肺啊。所以其实我们老去学去中医把脉开药，其实不如自己学点这种小小的养生的方式，跟着我们的24个节气走，我觉得身体自然就会好起来。你说这个真的是，你要说去黑眼圈什么的，要这个功效那个功效，对不对？你早点睡觉嘛，早点迈开你的腿嘛。对，你注意休息，比如说脾胃是几点钟要开始休息了，你到底休息没休息啊？你是不是还在熬夜玩手机啊？对不对？你去看那么多中医，不如学习一点，自己早点休息啊，少做点伤害身体的事情，多做点健康的运动啊，那么黑眼圈不就好了吗？你指望天天给你贴个眼膜，你黑眼圈就没了？对，我是在，所以我说，经常我读一些中，包括什么蛤蟆去看心理医生，真的很好。我觉得读给大家分享给他，包括那个什么节气吃什么，虽然我没有完全的记住，但是这个概念植入到了我的脑袋里，对吧？我就知道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比如说，就打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看过了立秋了，
我还是喝冰的绿豆汤，老吃西瓜，那家伙肚子受不了啊，那给我夸夸的，那真顶不住啊，那是不是？所以就是到时候秋天，哎，夏天就是要除湿热，特别在南方，对吧？然后呢，到了秋天有点干燥，有点燥，你就要得润肺的东西，得多吃一点，对吧？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都是人家营销的策略，被洗脑了。广东是很热，我说我在北京的时候，就吃冰西瓜喝冰绿豆，就真没顶住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哎呀，差不多了，我要去吃饭了，我要去切饭了，饿了，跟你们都聊饿了。哎呦，还会面部刮痧，哎呀，挺会保养啊，还会面部刮痧。我很少喝奶茶，我非常少喝奶茶，几乎奶茶这个赚不到我什么钱。新杂志就是好看，不喝，我不太不就我喝酒很少，因为酒量不好。黑糖波波乳，那个你知道奶茶老顶了，那一杯下去啥也吃不下了。我记得有一回，我跟我朋友去那个吃火锅，你知道吧？吃火锅，那个火锅的地方呢可以唱歌，哎，厉害吧？然后呢就路过了一家奶茶店，哎，就说哎大家吃火锅前喝个奶茶，我的妈呀！一杯奶茶，我因为那种很渴又很热，一杯奶茶下去，我一口没吃，给他们唱了3小时。他们是吃着火锅听着我唱歌，老开心了，喝着奶茶。我在那里吃也吃不下，光唱了3小时，太顶了，真的顶的我一口我都吃不下，又甜，糖分也高。然后我最好笑的那是那个服务员过一会儿就推门进来，听一会儿歌又出去了，说他说你这唱的真好听，啊，过一会儿又进来了又出去了，然后没事就问我那朋友，他说那个小帅哥啥时候来呀？等会儿没呀，真的唱3小时，我就坐那儿一口没咋吃，给我顶的，光唱了。那个服务员老可爱了，一会儿过来听一下，一会儿过来听一下。好了，差不多了，要吃饭了。他们下课了，都已经先去了，我还在这里，对吧？陪大家聊一会儿，兑现承诺，对不对？咔咔就给你们安排啊。然后这个，我现在我去吃饭了啊。走之前点首歌吧，清唱几句给你们听一听。
还想听什么歌？想听什么歌？我看啊，人家就是这个已经开始催我了啊！你看，我爱粤语歌，哎，粤语歌。今天我老在哼一首粤语歌，我等我找一下那个歌词。我特别喜欢陈奕迅的粤语歌，我记得我拍什么戏的时候啊，搬书，那整部戏我都在听陈奕迅的粤语歌，太好听了，太好听了，真的太好听了。找一下啊。我喜欢那个，等我把找出来。这个它还有音柱吧？哒哒哒。我喜欢陀飞轮这首歌，都很喜欢。陀飞轮，陈奕迅。呀，歌词呢？这个什么呢？真的是。好。過去18歲沒代表，不過有時間。講我無有後顧，野性貪慢。霎眼27歲，時也無多方，不敢偷懶。宏願縱沒了，奮鬥總不太晚。然後突然間秋，望望身邊應該有已浸有。我的美酒跑車相機緊票也講究，直到時間個個也妒忌，仍不怎麼富有。用我甚有，看我無有，其實用盡所擁有。曾付出幾多心跳，來換取一堆堆的發票，人值得命中更少幾秒，多買一指標。描述咗得緊了，而皮膚竟偷偷鬆了，為何用到盡了，只知那樣緊要。好嘞，虽然可能我的粤语不是很标准，但这歌真的很好听，就是有时候听陈奕迅的歌就是常听常新，常唱常新，就是不同的人生阶段会有不同的感悟。对，就是他讲的很好啊，18岁的时候不代表，但是我有时间。等到换到今天，我可能能买起很好的表，怎么样的想要的可能都得到了，但是我同时又失去了很多。很好，真的，这个非常感人的一首歌。
昂贵是这刻，我觉悟了，就是真的写的真的是很好，而且我觉得粤语也是非常好听的我们的一个方言啊，广东话。你食唔食飯啊？我要走啦，不跟你们讲啦，我要下播了，聊累了，叫车了。我看看啊。好，先下播了啊！我叫车了，走了，下个月见，拜拜。让我们有生活充满着激情啊！好好学习啊！吃饭去了啊！好好干饭，拜拜。